丫鬟和嬷嬷总共交上来940枚灵果。唉，姚三啊姚三，难怪大小姐毫不犹豫拿掉你内务总管的职务。你每月光灵果就能节流100多枚，数目不小啊！嗨，今日奖励的灵果都发放完了。是啊，差点累死我们。二位姐姐那么辛苦的帮我做事，我怎么也不会亏待你们呀。拿着，每人2颗。这还差不多。2位姐姐是我最亲近、最信任之人了，看到你们这么累，我都不忍心了。瞧你说的，看在灵果的份上，这一次就饶过你了。照这种奖惩制度执行下去，每天最多支出30几枚灵果，就能让各种灵物的收益提升到50%。长此以往，我们院内的收益每个月将提升50%左右，可兑换出的灵石数量为250块下品灵石，将会大大超越诸府其他人的院子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尽管放手去做，我只看结果。是。姚三，可恶，居然断我财路！诸府新路行之，你们给我等着！这件事不会就这么算了。陆管家，快来！哎，这不是先前姚管家的独院吗？这是大小姐的吩咐，以后就是你的新居所了。让我住姚三的独院，那他……这座院子附近就是灵谷稻田，是我们院除了小姐房间外灵气最充足的地方。陆管家，如果没有别的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哦，绿娥姐姐慢走。唉，我总算知道那些宗门为什么一定要建在灵气充裕的地方，还要布下聚灵大阵了。在灵气充足之地和灵气贫瘠之地修炼，完全是2种天差地别的体会。想要修行，还是得进入宗门才行。不过现在得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拍卖会就要开始了，算算时间也差不多了，这是个不错的机会。陆总管，我们这次出来主要做什么呢？哼，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。大牛，快跟我说说，最近灵果的价格和销售情况。哎，他们俩嘀咕什么呢？哼，谁知道，神神秘秘的。前些天冯管家高价买那么多灵果，说明紫云镇内给新上任的吴阁老送礼的人很多，市面上的灵果严重缺货，大部分修士家的存货都到了吴阁老手中，造成了大面积倾销的情况。而刚才牛刚说灵果的价格现在很低，果然如我所料，吴阁老肯定用不完这么多灵果，这些天就会压低价格再卖出来。杭之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哼，你要是能听懂，你就不是大牛了。哎，对了，还有件事，你帮我。绿娥姐，你跟我去一趟拍卖所，将我们院里的灵果质押，兑换成下品灵石。兑换灵石？从芳姐，你以我的名义去邀约吴阁老的管家，到望江楼一叙。好。哈哈，不知陆小兄弟相邀，所谓何事啊？也不怕吴老见笑，在下受抚琴小姐所托，接掌管家一职，实在是一头雾水。这次约您出来，就是想跟吴老做笔生意，好在小姐面前表现表现。哦，愿闻其详。听说吴管家那儿有一批灵果，
在市面上急于脱手，却又找不到买家。在下手中正好有一批灵币，想着要不要帮您接下来。一来可以增进两家关系，二来想从中赚点差价。吴老以为如何呢？眼看拍卖会即将开始，若再不将这批货物变现，恐怕无法拍下那本三品法书。哈，那陆小兄弟能出多少价呢？40块下品灵石。1块灵石等于200灵币，这些灵石相当于一本普通的三品法术秘籍了。如果做成这笔生意，老爷的任务就顺利完成了。可这小子如此年轻，我和朱家接触又少，他说的话能信吗？吴老放心，若没有大小姐的允许，我是万万不会在您面前托大的。好，既然陆小兄弟待人如此真诚，那老头子我也不玩虚的了。我能做主给你的最优惠价格是2枚灵果3个灵币，40块下品灵石全买的话，这样吧，我给你凑个整数，5400个灵果，怎么样？成交。吴管家，请。陆小兄弟请。用2700优秀灵果换取5400普通灵果，转眼就赚到了1/3的差价。告辞。行之，我在这里。啊！大牛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办成了。这几天灵果价格被压得太厉害了，大人亏损了至少20个灵币呢。所以我把你跟我说的买断合作跟大人一提，他立马就答应了。另外几家也很顺利。哼，太好了，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。明天拍卖会一开始，为了玄心宗那件压轴灵器，各地的散修和宗门弟子都会聚集在这里。到时候紫云镇定会人满为患。5400普通灵果，嘿嘿嘿，在肥羊。哼，哈哈哈哈。岂有此理！怎么一个灵果都没有了？哎呀，您有所不知啊，就在几天前，紫云镇魏营新任阁老继位，很多修士为了给新阁老送礼，将镇上的灵果都买空了。我听说灵果价格最高的时候，竟然涨到10灵币一枚。啊，10灵币一枚，疯了！三大家族产的优秀灵果也才3灵币一枚啊！更何况这些优秀灵果都是为了拍卖会准备，供宗门长老采购的用途。像我们这种寻常修士，想买还没有门路呢。哎呀，分头再找找吧。谁说不是呢？而且就那几天，就连优秀灵果的价格也比平时贵了许多。哎，这个小厮好像是卖灵果的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记得你。你先前每天都会在这里卖灵果，对不？赶紧带我们去找你家大人，就说我金刚门弟子要向他采购灵果。大人，我家大人手里现在也没灵果，都卖光了。他们没有撒谎。这次出来，我还想带些灵果回去，谁知道却仿是跑了一整条街，竟然连1枚灵果都没买到。
哎，实在不行啊，只能待会儿进拍卖会的时候看看了。这是哪个不长眼的？我摊位放这儿了？啊！此处是拍卖会场入口，不得擅自摆摊。啊！是我们的摊位。好像是朱府大小姐的人。打扰了，打扰了，您自便。我们开始吧。灵果卖灵果了22灵币一盒，数量不多，售空即止。新鲜灵果了，过来看。是灵果。小兄弟，你这灵果卖22灵币一盒？对，不过2盒起卖。这价格虽然比平日高了些，但跟前几日10灵币一枚的价格比起来，良心多了呀。这些我全包了。好，找您160灵币。卖灵果喽，22灵币一盒。这里居然有卖灵果的，怎么只剩10盒了？快，给我来5盒。剩下的5盒我要了。哎，小兄弟啊，你这里还有灵果啊？我要20盒，有没有？没有的话，10盒也成。可以，20盒灵果，总共2块下品灵石，又40枚灵币。这么多！哎呀，你到底买不买啊？不买请开，别浪费大家时间。就是，拍卖会都要开始了。给我来20盒。好嘞，我要10盒。给我来5盒。快给我，快给我！哎呀，我要50盒。给我，先给我，先给我。卖灵果喽，卖灵果喽，22灵币一盒，数量不多，售空即止。卖灵果喽，卖灵果喽，22灵币一盒，数量不多，售空即止。唉，终于卖完了。是啊，数灵币数得我手都快抽筋了。杭之弟弟，你也太厉害了！8000灵币采过来的灵果，转手就收获了19000多灵币。哎，嘘，财不外露，不要张扬。哼，既然手上的灵果都销售一空，那我们也赶紧回府吧。好。哦，对了，陆小姐、从芳姐，我这里有2个包好的乾坤袋，里面每个都有10灵币，麻烦你们帮我给刚才帮忙吆喝的2个修士犒劳一下大家。好，走。晶儿，为父给你100下品灵石，买这个叫陆行之的卖身契，你觉得如何呀？不卖。那200，就算给1000下品灵石，我也不卖。爹，他可是女儿的第1个门客，你这就想挖墙脚，有点说不过去吧？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不过，此子并非池中物，你切记要小心。女儿觉得他的奖惩制度很不错，父亲，你要是愿意效仿推广，我们家族的资源定能在3年内翻倍增长。唉，没你说的那么简单。紫云镇虽然是小地方，但也是一滩深不可测的浑水。朱府如果做得太耀眼，未必是件好事。日后
等你突破了4品，我们朱府才算真正拥有了决定性的话语权。到那时再谈这些也不迟。短短几天时间，光灵果一项的进账就将近60块下品灵石。照这种速度进行下去，1个月的时间，灵果的收益就能比往常多300块下品灵石。另外，小姐师兄留下的那盆灵树，受损部位已经愈合得七七八八。不过，我怀疑那灵树并非果树。走，带我去看看。不错，看样子灵树受损的部位的确已经愈合结疤，不再向外溢灵气。哎，杭之，你刚才说这棵灵树可能不是灵果树？是的，通过这些天照顾灵果树的经验来看，通常灵果树的灵气养分都聚集在枝节的前端，然后再开花结果。可是这株灵树不同，我在照顾它的时候发现，灵气不再逸散的时候，所有灵气养分都是往下的。的确古怪，既然不是灵果树，那它会是什么品种，又有什么功效呢？那个小姐，如果这株灵树不是灵果树，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让它开花结果，对吗？放心，单从你救起这株灵树，我师兄就会履行承诺，帮你成为玄心宗外门弟子。说起来，你简直是我的福将。自从你到了我这里，朱府的收益远胜往昔，加上又和诸多灵果树主人签订了买断协议，以后我每月的修炼资源至少能达到1000块下品灵石，对我冲击4品非常有利。杭之，你知道吗？玄心宗内竞争激烈，天才众多，我的资质也不出众。冷师兄之所以来到这里，也只是因为他听闻我朱府擅长培育灵果树，所以特地来找我医术。没想到这些宗门虽然资源丰富，但派系之争居然这么严重。这样一来，大小姐资质一般，加上本就势单力孤，在宗门中肯定拿不到好的资源。与其留在那儿静静艰难，倒不如回朱府修炼。现在好了，有了这株灵树，冷师兄就得承你的情，接引你进玄心宗。只要好好建立这层关系，以后玄心宗内就没几个人敢欺负你。另外，下个月宗门大比，我正好要提前回去准备一下，到时候你跟我一起回玄心宗。这段时间我会让绿娥和从芳帮你管理后院。反正你在我那株500年份的灵果树结出的灵果洗礼下，体质已经堪比2品修士，法力也达到了2品初期，正好趁此机会学着掌握一下2品法术。小姐看出来了，请小姐恕罪。看在你这段时间如此勤勉的份上，灵果就当奖励送你了。你跟我来。这些秘籍都是2品法术，每一本流出去，至少能卖50块下品灵石。不过，这些都不能带出去，你只能在这里好好阅读修炼。师姐待我这么好，将来学有所成，定当涌泉相伴。多谢小姐。错，该叫师姐了。是师姐。接着。这里面有60块下品灵石和940枚优秀灵果，算是师姐给你的改口费了。好了，我就不打扰你了，你好好参悟。
是二品法术，都是货真价实的二品法术。好，就是这几本了。哼，这木参术施法后，身体的一部分可以变得跟铁木一样坚硬，而这火流术施法时可催生出一道火焰，用来攻击敌人。至于这玄甲术嘛，能够以5行之力构筑玄门护甲防身，还可抵挡3次普通程度的二品法术攻击。这样，我就有2门防护类法术和1门攻击类法术傍身了。先试试吧。二品法术对灵力的消耗程度果然很高，才一会儿功夫，身体就开始发虚了。看来得借助一些外物来辅助了。还是失败了。不行，再来。已经是第36枚灵果了，今晚务必要掌握玄甲术。玄甲术成功了，虽然成功了，但施法过程冗长，效果欠佳，必须多练习几次。不枉师姐留我在聚灵法阵附近修炼，才短短2个时辰，就已经掌握了1门2品法术。师弟啊，以后你就尽管安心在此修炼，熟悉法术，为将来进入玄心宗积累实力。府中之事交给绿娥和从芳即可。当然，你现在对外的身份依旧是我的管家。明白了，师姐。在我玄心宗外门中，似你这般年纪的弟子，若能达到2品初期修为，便能勉强进入中等之列，但若想进入内门，却几乎是终生无望。除非你能杀入外门弟子排行榜前10。想当年，我也是借助活化术，才勉强杀进外门前10，有了今天3品巅峰的成就，但却一直止步于此。你可千万不能怠慢。师姐每个月有那么多下品灵石供应，在玄心宗内门，居然还只是个垫底。真正的修士，除了功法秘诀和灵石外，灵气和符箓也不可或缺。我这有一些曾经用过的东西，品质还算不错，你先拿去。里面有符箓和木灵剑。符箓的用法很简单，你应当知道。至于木灵剑，是我刚进宗门时爹亲自为我排下的，只要注入灵力，便可激发出木灵剑气，威力堪比2品巅峰修士一击。多谢师姐，如此厚爱，受之有愧。让我为师姐做些什么吧。杭之师弟果然聪明，2品法术价值不菲，木灵剑更是堪比3品灵气，总价值在2000块下品灵石以上。我只希望杭之师弟能在成为玄心宗外门弟子后，参加半年一度的大比，角逐前10名。我知道，这对你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其实，我也没有抱太大希望，但我还是想让你去感受一下前10的实力，能在比试中有所收获。原来如此。一旦杀入外门前10，内门长老就会赐下至少1枚培元丹作为奖励。师姐呢，想用这些东西换你1枚培元丹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师姐对我有知遇之恩，即使师姐不给我这些东西，我也理应投桃报李。若能顺利获取1枚培元丹，定当回报给师姐。
培元丹乃玄心宗重宝，每年产量有限，若能获得1枚，定能助我突破至4品。师姐，我还有个小小的请求。你说。我长这么大还从没见过真正的妖兽精怪，所以师姐外出修炼的时候，能不能带我一起，让我开开眼界啊？这不行。且不说我在外面修炼的机会很少，就算有，外面的妖兽精怪也极度危险，充满了很多不确定因素。你修为尚浅，还不适合外出修炼，不如换个条件吧。作为紫云镇修为最高的修士之一，师姐竟还没有单独带队狩猎妖兽的经验，也难怪紫云镇的整体实力在其他城镇中排行最末。那我能在聚灵法阵中修炼3日吗？其实就算你不提，我也会让你在聚灵法阵中多修炼一段时间，好好巩固修为。不过既然你主动提出来，我就索性给你7天时间，正好我也有事需要外出几天。多谢师姐。另外，那盆灵树，你就搬到这边好生照看吧。毕竟，它是你进入玄心宗的敲门砖，绝不能有任何闪失。师姐请放心，我这就去把它搬来。接下来，我必须回玄心宗一趟，将此事告知冷师兄。就算日后成为玄心宗的外门弟子，也未必会有这样的修炼机会。必须好好珍惜这7天时光，尽可能提升自身实力。这股香味给人的感觉怎么暖洋洋的，好似有一股强大的灵力正钻入我的4肢百骸，令人精神一缓，十分舒畅。这是居然在不知不觉中突破到2品后期了。